到底从 iPhone X 到 iPhone XS Max 值得更新吗？Yo, what's up？ 配对，我是刘佩 Pierre。今天我们来比较 iPhone X 跟 iPhone XS Max。从开箱那天到现在，我已经用了我的 iPhone XS Max 大概3到4天左右，所以现在跟你们分享心得。首先，我在 IG 上有问你们大家，很多人都留言回我说，想要看到底 XS Max 跟 X 有什么样的差别？好多差哦！我应该会继续讲10跟 XS Max， 好不好？所以就10。XS Max 跟 XS 那2台手机其实是一模一样，里面相机、前面相机都是一模一样，只是 XS Max 唯一的差别就是萤幕比较大，然后电池也比较大，就这2个而已。所以到底从 iPhone X到 iPhone XS Max 值得更新吗？首先跟大家讲，如果我今天是 XS 而已，它萤幕是一模一样，我应该不会更新。但是因为它萤幕比较大，电池也比较大，所以我就更新。我应该不会讲太详细的关于他们2个的差别。如果你们想要看非常详细的话呢，我相信可能菜渣或者9man他们会有影片，会更详细的，或者甚至已经有影片了。首先，他们2个的防水。XS Max 的防水现在是 IP68， 10比较低 IP67， 这个应该可能你在洗澡或者游泳，甚至去海边水里面，大概半个小时就没问题。但是我还是不推荐你带它去可能潜水或者浮潜或什么的。那10是5.8寸 ，XS Max 是6.5寸。另外一个更新的就是 XS Max 当然会有一个新的 processor，10 是 A11 processor， 这个是 A12 processor。你们也知道我为什么更新到 XS Max， 就是因为我需要它更快，因为我要一边玩宝可梦一边录萤幕，所以我怕它会过热。目前是没有问题，但是到时候要看在更热的国家，看看到底这个会不会过热。所以其实我们讲了他们2个里面的 processor， 每天在用 IG、Facebook， 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那官方也说 iPhone XS 有一个新的 Face ID 比较快，但是到底有多快呢？ XS Max 没有快很多，但是有感觉到出来比较快。最后非常多人想要知道到底10的相机跟 XS Max 的相机有什么样的差别。首先我们看看他们的 specs， XS 跟10 2个其实一模一样，都是12 megapixel。他们2个的镜头 ，XS 是26mm， 然后 1.8， 那这个是28 1.8， 等于说 XS 比较广。第2个镜头2个都是51，然后 aperture 都是 f2.4， 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说这里面的 pixels 比较大。如果他们比较大的话呢，他们可以把比较多的光进来，在晚上拍的时候会比10更清楚。另外的话，我们讲关于前面的相机，10是30mm f2.2， XS Max 它是27mm f2.2， 它的前面的相机按道理说应该也是比较广，它的对焦会比10的对焦好，因为它有 contrast， 它有 phase 的对焦。另外的话 ，XS 现在前面是可以帮你防手震，那10它是没有防手震的功能。10的麦克风是 mono recording， 就等于只有一个声音。XS Max 它有 stereo recording， 就等于说2边录起来的 recording。关于他们相机比较一下，我前几天用来拍照，我们先比较后面这2个相机好了。XS Max 它的 HDR 会比10的 HDR 好很多，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照片，这2个呢，它们都是里面比较暗，然后外面比较亮。那这样的话，它的 dynamic range 就比较大，因为最亮的部分跟最暗的部分的差别就很大。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其实 XS 的话，它里面确实比较亮，整个照片来说，它那个亮度是比较平均。那这个只是拍窗户，但是我最主要是想要拍有人在里面。这个是 Megan 的妹妹的女儿，其实这看得很明显。如果是10的话，主角其实会比较暗，但是 XS 可以抓出来它所有的 detail， 然后它是比较亮。再继续看这个照片，外面还是可以看到车啊或树啊，然后那些云。iPhone XS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那个脸跟它整个身体，然后下面那个白色的地方。这边的照片，我就来比较一下它的人像功能，这个就非常明显。我是想要有太阳在画面里面，如果有太阳在画面里面，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背光。但是 iPhone XS 其实是可以抓到主角的脸。iPhone X 的话呢，就真的比较暗。
暗，看外面那些树啊，然后外面的云、外面的车 ，iPhone X 的照片会比较真实，反而 iPhone XS 这个感觉其实是有一点像稍微修图过。如果是没有太阳在里面的人像，其实 iPhone XS 它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接下来这个人像的功能，其实两个都表现得还不错，只是 iPhone X 的颜色比较冷，所以比较蓝色。那 iPhone XS Max 它的颜色是比较暖，比较红色。接下来就是比较一下，我是主角，它的差别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颜色 ，iPhone X 会偏蓝 ，iPhone XS 是偏红。在人像的功能 ，iPhone XS 还可以有 HDR 的功能开起来，所以我们再看看所有 XS 的人像照片，那感觉会比较亮。10的那个照片 contrast 会比较多，比较明显。我有在 IG 上问你们，你们是比较喜欢哪一张照片？这张或者这张？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喜欢 iPhone X的照片，我真的好惊讶，在 IG 上65%选择 iPhone X 的照片，35%选择 iPhone XS 的照片。最新的 IG 照片，喜欢左边是因为比较亮，很多人喜欢右边的更多是因为他们觉得比较紧身那个人像的功能。iPhone XS Max 它之后可以换它的对焦，下面这里呢，它现在是 F4.5，F 的数字越高，景深就是越少。如果 F 的数字越小，就等于它的光圈就越大，它的景深更明显。所以很多人说，哦，他们比较喜欢 iPhone X，是因为景深是比较明显。好，那我这里可以后面拉，就比较紧身了。那我们看看前面的相机，前面的相机呢，我是想要用主要的就是人像功能，因为他们两个都是 iOS 12。我这样拍照，其实他们两个概念是跟后面的相机一样，差别就是 XS 它的 HDR 比较厉害，所以所有的亮度是比较平均，反而 X 的照片所有的 contrast 比较多，这些也是一样。我跟 Megan 在自拍，在玩那个人像，其实这样就反过来 ，iPhone X 前面相机它的颜色比较暖 ，iPhone XS 反而因为他们想要有 HDR， 它的颜色就比较蓝，还蛮有趣的。这个照片是两个后面的相机，这里我想要比较他们的 HDR，XS HDR 真的比较好，它可以看到前面的那条路，然后也可以看到树里面的颜色。我们放 Megan 在前面的话呢 ，10 呢完全是看不到 Megan 的脸 ，XS 至少可以看到 Megan 的脸。我们再用自拍的方式，前面的相机这个就蛮惊讶的哦。我发现我在这里自拍的时候呢，我反而比较喜欢 iPhone X 的照片。iPhone XS 的那个颜色，因为它想要用 HDR 的功能，它的颜色比较没有那么亮，所以我这里在自拍吃那个太阳，然后再自拍摸太阳，两个其实我都还是比较喜欢 iPhone X的照片。那看完这两个呢，我觉得想要讲的就是 iPhone XS 的相机，它真的有防手的功能，所以它比较稳定。但是我发现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地方在 iPhone XS， 我们用前面相机来拍照 ，iPhone X 跟 iPhone XS 基本上它那个距离是一样的。我们一旦用录影的时候，就突然间 iPhone XS会好像近一点，像这两个在 iPhone X 的影片可以看到我这里，然后头上面有一点点的空间，但是 iPhone XS 的话呢，就直接我这里头已经切掉一点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也没有看过别人讲过这个问题。如果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以下留言告诉我。但是关于讲它的颜色跟它的画质，我还是比较喜欢 iPhone XS 的画质跟颜色，还有它防守 XS 的前面的相机真的很好，唯一不好的就是它拉近。那我们比较一下后面的相机，那这些我都用有背光啊，然后可能直接太阳在 Megan 的脸上啊。XS 的录影我发现真的很厉害，虽然他们两个都是1080/60格，但是 iPhone XS 因为它的 HDR， 所以它的画质是比较清楚。对我来说，其实差别没有很大。我们要看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他们晚上的照片。这个光呢，就是晚上的时候，然后它那个光是用一个家里那些比较暖的光。所以我们比较一下，这个是他们的狗，好可爱。这个是 Donut。一旦到了晚上，它就很明显 iPhone XS 表现得非常非常好。你看，其实 iPhone XS 呢，你可以看到 Donut， 它每一个毛都可以看到。iPhone X 的话呢，也可以看到那个毛，但是好像比较模糊一点点。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是他们另外一只狗，它叫 Jed。那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上次的影片，我来 KC 跟 Jed 一起打篮球，不小心摔跤啊，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这个有连接，这个就看得很明显 ，Jed
在 iPhone XS 的照片很清楚 ，iPhone X 的照片好像有一点点的模糊。那我们比较一下 Megan 在看电视 ，XS 它的颜色比较讨喜 ，iPhone X 的颜色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好像黑白的感觉。那晚上的人像我想要试一下，这个时候呢我是没有设定拍，我是快速的这样拍 ，X 完全没有对焦到。那 XS 它是有对焦到，这里也是 X 没有对焦到 ，XS 至少它有对焦到。然后有把后面的景深。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晚上前面的镜头，这里可以看到我，然后 Megan 在后面。其实他们两个差别没有很大。看看 Donut， 反而 X 在这里表现的比 XS 好。我们也知道，其实前面的相机是差不多。有一个部分我是想要讲出来，在这个照片是，如果我们拉近我的脸，在 X 上面你可以看到那个油啊，晚上的胡子。但是你看到 XS 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像 Samsung 的手机，好像有帮我美极过，不像 X 的那么明显。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X 的这个效果，因为比较真实。所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 Samsung 自拍的那些照片，就是因为它会帮你自动的修图美极。那到现在为止，你们主要想要看的原因，到底XS Max 值不值得升级？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从 iPhone X 到 iPhone XS 或者 XS Max 的话呢，我觉得是不值得，因为 XS Max 好贵，超过4万台币。iPhone XS Max 它的相机确实比较好，但是它没有比 iPhone X 好很多。你宁愿买一个 RX100 2万多台币，你用它来真正的去拍照，会比 iPhone XS Max好很多。从 iPhone X 到 iPhone XS Max 就为了这些新的功能不值得。如果你们是 iPhone 7以下，非常值得。iPhone 8的话呢，我觉得 iPhone 8还好，但是我个人还是推荐，宁愿你省那个4万，保留等到下一代的 iPhone， 那个 iPhone 的升级会比较大。应该就这样，这个是第一次做这些比较科技手机什么的。那如果这支影片有超过1万的喜欢，我就会拍更多关于3C 科技评测。当然今天还是有 question， 我想要知道你们喜欢我这样的影片吗？可能开箱3C 产品，或者一些评测，或者一些比较，或者值得什么的。我想要知道你们觉得我适合吗？或者你喜欢吗？这个不算是我的强项，但是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兴趣。我很喜欢科技3C 这些东西。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今天按个喜欢，觉得有帮忙就分享给你们的朋友，订阅有可能会看到最新影片。然后大家我们配对差不多到达80万了耶！你最棒，记得按铃铛。等一下。